我进来准备的一首歌是太一的作词作曲，叫《负重1万斤长大》。我在编这一首歌之前，其实做了蛮多的准备的。首先，当然是有看这首歌的歌词，然后再到就是因为这首歌的创作者是太一，然后也会问他就是他对于这首歌的想法，对于这首歌的看法，为什么想做这首歌，然后之后像这首歌他是因为看了素媛，然后才选择要创作的一个作品嘛，然后也看了素媛这部电影，然后再到像素媛类似以外的其他的电影也看了很多，就是去收集还有感同身受，就是当我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身边的变化、环境的变化、这个世界的变化是什么吧？对，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东西都融在了我自己的这个作品里面。所以我自己这一次，我感觉《负重1万斤长大》，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更多的在于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温暖一点吧。不管每一个人受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说有多不一样，都能够得到温柔的对待。对，就是在这一首《负重1万斤》里面，其实有几个印象还挺深的一个点。首先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电影，其实我看完之后，首先我记住了妈妈说的那一句话，然后我也记住了女主角就是小女孩她画的那一朵花。就是我刚刚说她这个花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感觉是她内心的一个希望。那融到我这个作品里面，就是我的希望是这个世界能够温柔一点，所以我最后就是张开我的双手，然后画了那一朵花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于在现场向现场的所有人，向镜头以后的世界以外的世界的所有人表达出的这一个希望跟这一个善意。对，那个就是笑着花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肚子不一定代表是说真实的肚子，可能就是这一朵花它越来越大了。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就是它到音乐偏后面的时候，它有一个 zoom 的音效，然后但是 zoom 的音效之后，它回到了音乐开头的时候，小女孩的就是那一段一模一样的歌曲，但是是小女孩在唱，所以反正就是它开头跟最后一段它其实是前后呼应的，然后但是在后面呼应之前，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效处理。就是我在编的时候，我自己心里的触动是，因为我发生了这一件事情之后，我可能说着说着，我有很多的情绪，会有很多的感受，但是在那一刻的那个音效，我感觉我仿佛被抽回了那一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时光倒流，但是它不是慢慢的倒流，是瞬间把你抽回去那一个时候，有点突然从梦中惊醒的那种感觉吧，所以那个音效是给我带来很大的触动。对。嗨，再见。你好，小飞好。你好。对，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当时给到你的那个触动是什么呢？就是会想要做这样的一首歌。我第一次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感受到的就是强烈的痛，是心痛的。我相信很多人看的感觉都是这样的痛，但我其实后面有在想，就是在正常的世界，也就是除了电影以外，那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对，那么他们是长大着的，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他们在10多岁发生这样的事情，到他20多，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在想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我不断的在想，我第一个层面就是他一定不会忘掉这件事情，所以他是负重长大，就是他的身体里是有很多重量，我就负重1万斤长大，这个长大的过程跟坎坷，我觉得可能都要比这个电影更痛苦。然后再到就是这个是我大概第2层的想法，所以就是从刚开始的心痛变到了开始反思他怎么长大，然后到第3层就是没有关系，你很棒，这件
不好的事情不会让你不飘，你仍然更棒。对，所以就是这个是我这3部的想法。就是负重长大的理由可能都不相同，对，但是每个人长大的过程都不太容易。对，其实也或多或少都在负重。对对对。所以就觉得希望彼此之间互相温柔一点就好了，这个世界。对，善待身边的人，善待以后遇到的人。其实我好奇一点，因为其实很少听到歌里面会有像小女孩的声音出现，有什么就是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关系呢？就是对于你来说，你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本来是我唱，然后就是我刚开始的 demo 那一段是我唱，但是我也忘了是在某一个什么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就应该是要一个小女孩来唱，而且我还专门是因为这就是把词也写成了完全就是我不再是太医了，我现在就是就是那个孩子，小孩子的思维是很天真的，他会有疑问，所以在那个女孩子唱的就是那个副歌部分，我一直都是在提问，如果你那样对我那样对我，那为什么要那样对我那样对我？就是不断的在提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问大人或者就我现在也是大人对吧？我要去问的话就不太。我觉得不太能提醒人。我觉得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她真的去把我想写的那些提问问出来的话，我觉得反而能让人更记住。因为其实我在刚开始，因为现在也还在修，然后我也在重新翻了整个逻辑，翻了整个想法。我刚开始在编的时候，其实我陷进了一个。不是说胡同，就是陷进了一个困难里面。因为我前面刚开始的一个陷入的一个困境，就是我看完了那个之后，然后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变得特别的负面。对。然后特别的down，对，然后就导致我好像没有那个勇气站在大家面前去说这一件事情。然后我也是进来，就是重新推翻了这个东西，就是才慢慢的。找到了那个支撑点去站上那个舞台，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希望世界可能对我温柔一点，但既然世界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其实是有真实的数据的嘛，就是可能什么0.05什么这样子的，那我希望尽管只是我一个人，那我自己主动坚强起来，然后我成长起来，我去温柔的对待世界，那也多了0.00051，对，这样子是这样的，所以所有人都应该这么想，它就会变成100了。对。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再回头再问你。好的，拜拜，以后有机会再见。是今天因为见到了太医嘛，然后跟他聊了一下这个附中1万名长大的一些想法。就我觉得有一个新的收获，就是我之前有考虑到这个角色，这个小妹妹，或者是我自己感同身受的话，那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她刚刚说的，就是一个小妹妹，就是她为什么会想要让小妹妹来唱这样的一段音乐？因为其实有一些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大人去问，其实她不会让这个社会或者是让观众有什么反思，有什么体会。但是当是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孩子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触动就会非常的大，而且这些所有的问题，在这一首歌、在这个作品里面出现的所有的问题，其实没有任何人能给他答案。对，这个其实让我挺难受的吧。对，所以希望这个能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然后让看的人也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虽然说没有一个人能给出这个答案，但是还是不放弃吧，自己去寻找，自己去长大，自己去站在这个舞台上去寻找这个答案吧。他